多發漂亮的照片，發很多很多漂亮的照片。听我一句劝，所有的女孩子从今天開始，你就多發漂亮的照片，一直發，連續不斷的去發，發的到處都是，朋友圈的9宮格裡邊發，抖音上發，社交媒體上發，我的評論區裡邊你們也發，電線桿子上的能貼你就貼，堵別人家門口的時候你也去發，地鐵站菜市場你到處發，發的你自己到處都是，你別管別人愛不愛你，你別管別人愛不愛看，你也別管別人滿意不滿意，你就是發，一言不合拿出你的漂亮的照片你就發，持續不斷的发給所有人去看。你不要認為我現在講的話有點犯神經哈，不是的，這是讓你整個人可以上岸，讓你整個人可以翻身，讓你可以找到那種屬於自己成功的感覺，真的是這樣，什麼都不用圖，就圖讓自己高興，就圖讓自己開心就可以了。你管別人的眼光幹什麼呢？別人愛看不愛看的無所謂，別人看了滿意不滿意呢也無所謂。你為什麼發？我發了是為了讓我自己開心，讓我自己高興。我跟你講啊，我自己經歷過非常大的一個低谷期，我當時負債200多萬的那個時間的階段，我整個人都是精神渙散的，都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，我對什麼都沒有興趣，出門抬頭都不願意抬，更別提拍照了。我那個時候覺得我自己的樣子拍出來之後都丟人，那就是垃圾，有什麼好拍的？但是後來我就發現一個特別有意思的事情，有一次啊，我可能是強迫症犯了吧，就強迫自己呢去把自己收拾了一下，洗了個澡，打理了一下，換了一身新的衣服，然后对着鏡子呢給自己拍了一張照片。就那張照片在我看來哈，是非常非常的普通的一張照片，甚至都有點僵硬，也沒有任何的美顏。但是就是當時那點難看的照片，就是那些讓我心裡面突然有了一個念頭，就是這個人好像還沒有徹底的廢掉。這真的就那一下，我的腦子裡有個想法，就是我現在看起來確實像個人了。我當時就這樣想的，我不是說為了給別人去看啊，拍照片給別人去看怎麼樣，我是為了讓我自己去相信我自己，我還活着，我還能站起来，我還能幹點事兒，我還有自信，我還能找到下一個男朋友，对吧？那有人可能會說了，哎，我是一個女孩，我長得並不漂亮啊，我長得有點胖，我拍照不上相，我不好看，我發出來別人笑話我怎麼辦呢？我告訴你，全是扯淡。出片的關鍵就3個字，上數量。你根本就不需要你的五官長得高不高，好不好看，鼻梁高不高，塌不塌，眉毛好不好看的，或者說你的長相標準不標準，你不需要看，全都不需要管，你就上數量就可以了，你就大量的拍，就像工業化一樣的去拍就可以了，你去量拍、亂拍、多拍、抓拍，連續不斷的拍，只要是你的數量足夠大，就會有一定的氛圍感，就有一定的這種的活人感。那1萬張照片裡邊難道還挑不出10張有用的來嗎？不可能，對吧？那麼你就把這個量堆上，那爛片裡邊也能夠篩出金子來就可以了呀。我有一個朋友啊，也是做自媒體的，他的照片堪比就是數量堆出来了，他一組能拍出就是10張照片比較好看的来，但是他都是按1000張照片起步的，你沒聽錯哈，這1000張拍完之後嘎嘎的一頓亂刪，最後就留下了5到10張精修的照片，然後對吧？你們看到他的10條朋友圈和抖音的時候，其實呢他已經篩選掉了幾百張的廢片，這重要嗎？這不重要，各位，真的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什麼？發出來的那10張就是他閃閃發光的樣子，這個才是最重要的。這個就叫做工業化出片啊！你拿你的手拍也行，自拍杆也行，大疆也行，套馬杆也行，我不管你什麼，你隨便拍，隨便怎麼搞都可以。但是不要去拍那種的大頭貼，也不要去拍那種的精致的打卡照，某某到此一游，或者说来到了一個網紅打卡點，不要那樣都是假的，那種都是擺拍，沒有任何意義。你要的是什麼？要的是活人感，要笑，要的是那種環境，體現出你和環境在互動的樣子，那麼你就越來越想拍，那麼越拍狀態就越好，那你整個人的狀態就會越來越好掉啊，就是這樣的。这拍照呢能讓你這個人更加的自律，這個你一定要相信。就是你發現沒有啊，當你決定你要出片的時候，你會特別注意你的臉型，瘦了沒有啊，你的體態，身材好不好啊，你會注意你自己的飲食，如果胖了你會自己去減肥，都不用想減肥這件事了，你就會少吃啊，你會注意你的睡覺睡眠，你一拍一整天，拍完之後修圖，
當然，拍完修圖你也沒有空去亂吃東西了。你覺得自己哪裡胖了，你根本就不會多吃東西，你自然你整個人都會變好的，對吧？一個人變好，他不是說一點一點磨出來的，不要相信那些胡言亂語，根本不是這樣的。一個人變好是突然變好的，就是嘎嘣一下我就變好了，就一下我就變好了，就這種狀態，對吧？那有一天呢，比方說你突然有了一個念頭，那一個拍照的念頭，一個給自己打扮的一個念头，或者說一個給自己出片的念头，那麼你決定去拍一個好看的照片了，那麼你就給了自己一點生活當中的这種一點的盼頭。你為了出片，你可能呢會讓你自己買束花擺在這兒，你可能讓自己弄得更好看一點，好吃一點，對吧？去一個漂亮的餐廳去拍，那這叫做什麼？這叫把自己的人生重新養一遍，長大了給自己重新活一遍的機會。所以說你看啊，人這一輩子其實只有3個能力就可以。第一個能力就是打扮自己的能力，找到屬於你自己該打扮的風格，你能夠把你自己打扮的非常合適，你已經非常的了不起了啊！真的。第二個是什麼？買新衣服的能力。我在街上看到一個人的時候，他沒有轉過頭，但是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他的穿搭啊，他比方說穿搭了一件非常有品位的大衣，配了一雙靴子，非常引人夺目，非常吸引人，对吧？那其他人呢都是灰扑扑的，只有這個人是閃閃發光的，做到這一點就可以了呀，非常棒。那第3個呢，就是出片的能力。如果說你把前2個的能力都掌握了，你打扮的好看，你的衣服穿的好看，有品位，那么你一定要出片，你就讓大家看到你。你只要学會了出片，那麼你這一個人一下子就一定能夠一下子就站起來了，因為你一下子就願意給自己花時間，對吧？去打扮了。那麼一個願意花時間打扮自己的人，給自己買新衣服的人，人拍照的人，他對自己都是有要求的，他絕對不允許自己隨隨便便就爛掉，絕對不允許自己爬不起來。就算他跌入了低谷，他也會想辦法爬起來，因為他還想穿更多漂亮的衣服還想拍更好看的照片讓別人看到的。我當時負債的那段時間就是我人生當中最黑暗最頹廢的那段時間，我臉都不洗，牙也不刷，鬍子也不刮，不打理。後來呢，我就開始強迫自己做點小事，每天換一身乾淨的衣服去出門，哪怕不出門呢，我也換上一件新衣服。然後慢慢的呢，就變成什麼了？拍完之後呢，就是換完這個新衣服之後，我就對着鏡子去拍一張照，然後再慢慢的變成了什麼呢？拍完照我就修一下，然後再慢慢的變成修完了之後發一張朋友圈。就我一個大老爺們兒，男的，我都不會在意別人說我變態自戀狂。各位女孩，你還怕什麼呢？對吧？那你知道這個過程叫什麼嗎？這個過程叫做重建掌控感，就是我在一個最失控的人生裡邊重新拿回了一小塊的這個控制權。那麼這一小塊的控制權就是讓我從低谷往上爬的第一個台階。所以我說把拍照當成一件正經事來幹，你不要覺得我在瞎扯，不是這樣的。你不要覺得這件事也是不務正業，你的人生當中90%你認為務正業的事全都是錯的。就像我現在在拍視頻，你感覺我這叫不務正業嗎？它並不是，對吧？那麼其實呢，你想想自己，你平時也沒有去打那種可有可無的工，沒有少打呀，1個小時幾十塊錢就把自己耗死在那兒了啊！所以說少去吃那些愛情的苦，少跟那些半夜喊你出去的姐妹去一起混在一起去喝點兒，沒有意義。還有說那種男的半夜叫你去吃飯，那種飯局不給你錢的，對吧？你也不是免費的陪什麼的，你懂我意思吧，各位？所以說別去，你就把自己把這個拍照當成你生命當中一件非常正確的事，正式的事去做。除了你那份暫時辭不掉的工作，剩下的時間拿起的手機你就去給我拍照，讓自己變漂亮，讓自己变美，記錄你當下自己的狀態，這叫做傳播學，很重要的。一個女生你好看的照片有了，那麼你就有氣質的照片，有生命力的照片，這些都有了之後，這就是你的武器啊！真的，這就是你的武器，你不要不相信，你不要再浪費那些毫無意義的社交上面去浪費你自己的時間，沒有意義，全部都給我砍掉，對吧？你可能說沒有人給我拍，沒有人給你拍，你就花個100-200塊錢叫個人給你陪拍，你1個月拍個2-3次過分嗎？不過分吧，一點都不過分。你閨蜜拍照她的技術爛的不行，拍了等於沒拍，那麼你就去找這種專業的給你去拍，這叫做投資，這不叫做消費。你慢慢的拍，慢慢的攢，照片就會越來越多，然後從中呢挑選一些你覺得 OK 的、有生命力的、有氣質的，你就去發社交媒體，發抖音都可以，你就瘋狂的給我發，你不用管有沒有人看到，你也不用管流量怎麼樣，你也不用管別人怎麼評價你，你就發照片就可以了。
你就看看自己的照片之後，你的心情就会越来越好。你的心情越来越好之后，你就感觉整個人就越來越自信。這整個過程叫做自我的建設。你不需要靠別人好的反饋來確定你自己到底拍的好看不好看，不需要，你自己看着高興，這點就夠了呀。人生難免糊塗，讓自己高興嘛。但是還有一點我要提醒各位啊，就是朋友圈別亂發，你發要有篩選的去發，不要過度的去展示。但是如果說你在這個社交賬號上去發呢，抖音上去發沒關係，你隨便發，大量的發啊，你到我的評論區也發，別人的評論區也發，你不管有沒有人看，你就是發，能出片當然是最好的，實在不行就 P 嘛，P 圖技術一定要過關，就是大量的出片，要出精片，千萬不要客气，根本不要在这個照片上你去考慮它像不像我呀，這不是你考慮的範圍，你考慮的範圍是這個照片漂不漂亮，只要漂亮就可以了。那只要這張照片漂亮，就能說明所有的問題啊，說明我骨相好，我顏值高，我美商極好極好。當然肯定不是說讓你拍擦邊的哈，擦邊的只會吸引到這種人來影響你自己的磁場，他都是一些低層次的人，只會消耗你自己的精力，消耗你這個人想消遣你的人，對吧？我們的生活呢，要拍出有活人感、有生命力感啊，也或者說有狀態這種的照片，那麼你拍着拍着發着發着，你慢慢的你就會發現你自己看自己就越來越順眼了，你慢慢的就把自己給養起來了，慢慢的你自己什麼都會好起來。真的是這樣，有人把這個照片存在手機裡面，捨不得發，手機又搞丟了，那拍照的時候又會糾結什麼構圖啊、光線啊、表情啊、角度啊、濾鏡啥的。我給你大家伙講啊，沒有任何的必要，你就發出來就可以了，發出來就可以了。你發出來之後，你再回頭看一看，你過上個2、3年、3、4年回頭看一看，你真的會非常的感激，感激的流淚，就是嘩嘩的往下流，眼淚都往下流，對吧？你看着前2年還願意給自己打扮，還願意給自己拍照，還願意讓自己發朋友圈的自己，你真的會感謝當時的自己，感謝他在最難的時候沒有讓你產生放棄的這種念頭，讓你產生了讓自己變好的一種念頭，真的會感謝他。所以說各位女孩，評論區今天你在幹什麼事情，拍了哪張照片，你就可以發在我的評論區，看看你自己今天的狀態對還是不對，看看別人有沒有羨慕你。